大家好，这里是肯的说。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讲讲 HIIT 训练中常见的错误安排。在前面的视频中，我讲解了高强度间歇性训练 HIIT 的概念、优势以及如何安排 HIIT 的方法。当下很多人都在使用 HIIT 进行训练，但是在我看来，他们练的什么都不是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多数人缺乏训练理论基础，或者按照自己的想法闭门造车，或者被假行家一顿忽悠，结果是一顿乱练。累不累？肯定累啊！但是得到什么了呢？其实要想找累，我建议你将你住的小区的卫生每天打扫一遍。受了累，但是你至少得个好人缘，成为新闻人物，甚至上热搜也有可能。然后开个自媒体频道，来了流量就能变现，这累受的总比在健身房瞎练要好多了吧？废话说完，我们来进入主题。首先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HIIT 为什么而设计。HIIT 是为了那些想获得运动表现的训练者而设计的，说白了就是为运动员而设计的。对于运动员来说，他们需求的是高强度训练带来的运动表现，例如更高的爆发力、力量以及耐力等等。但是对于一般健身者来说，他们需求的是体型的完善和健康，所以健身者需要的是肌肉体积和一般的体能表现就可以了。健身者如果将训练内容安排为提高爆发力、力量或者耐力，就算你获得了训练效果，你只要不参加运动项目比赛，你练出的那些体能根本用不到。你何必将你不需要的训练内容安排在你的训练计划之中呢？而且运动员需要的体能不局限于一种，例如拳击、摔跤、柔道等格斗运动，或者足球、篮球、羽毛球等球类运动，甚至滑雪等极限运动，既需要爆发力又需要力量，所以训练的安排包含体能和技术两大方面。这就使训练时间变得有限，训练少了，训练效果不够；训练多了，激素下降，身体恢复不过来。所以 HIIT 为了提高运动表现而设计，同时可以解决训练效率的问题，尤其是对那些有2种以上体能需求的运动员。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运动员的训练方法是好的，确实是好的，但是简单照搬过来，对你就不一定好了。适合的才是好的，想想你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，你就知道了。其次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HIIT 训练的关键所在。在前面的视频中，我特别强调了高强度是 HIIT 训练的关键。如果只是将一堆的训练动作随意的贯穿在一起，那你只能获得一个训练效果，那就是提高了肌肉的耐力。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 CrossFit。你看 CrossFit 将一堆训练动作安排在一起，每个训练动作之间不休息，即便在这些动作里有高翻、抓举、跳箱等爆发力训练动作，但是一口气做20到30个。看过我关于每组训练次数的视频的老铁们就会知道，这是在练耐力，根本不是在练爆发力，也糟蹋了这些爆发力训练动作。这不叫 HIIT， 这叫 HVIT。 这里的 V 代表 volume， 也就是数量。 HVIT 是高运动量间歇性训练，所以只能练到耐力。因此参加 CrossFit 训练的人只能参加一个比赛，那就是 CrossFit 自己创建的比赛，因为他们没有爆发力，没有力量，没有肌肉体积，练出的耐力也参加不了马拉松甚至半马的比赛，只能无奈的自己凑在一起玩了。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CrossFit 的市场营销做得很好，比赛的场面、参赛的运动员、配套的相关产品组合在一起可以很好的盈利。但是仔细想想，就是忽悠了一群不懂训练的，觉得把自己练得很累就很酷的人。还是上面举过的例子，你每天把小区打扫一遍，啥都有了，而且还不会受伤，多好。因此我要再次提醒大家，训练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，不是为了让自己吃苦受累的。训练都是要吃苦受累的，但是你要区分哪些累哪些苦应该吃，那些吃完了还没有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苦，咱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吃。对了，现在兴起的那个帕拉美也是一个道理，声称是 HIIT， 其实没有强度的，只是各种耐力训练的组合而已，都是智商税。第三，很多人都认为 HIIT 训练是减脂的好方法。在有氧训练的强度的视频中，我讲解了 EPOC 过氧消耗，其中有一点是过氧消耗可以创造更多的热量消耗，不但在训练中可以增加热量的支出，在训练后同样持续增加热量的支出。那么有很多人就想利用这一点，通过 HIIT 来减肥。
关于这个，我一直在我的视频中强调，想减肥主要靠饮食，想健康主要靠运动。因为饮食决定热量收入，运动决定热量支出。如果饮食做好了，你不运动也可以造成热量亏空。运动增加的热量消耗占一天总热量消耗的 15%到 30%， 你做不出太大的文章的。当然，你一周安排1至2次 HIIT 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请记住， HIIT 不是运动员和健身者的主要训练内容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高强度间歇性训练 HIIT 主要是为运动员而设计的，健身者也可以根据自我的需求安排，但是要注意训练内容安排的专项性原则。HIIT 不是简单的将一堆训练动作组合在一起的耐力训练，高强度是这个训练的关键。失去高强度就是高运动量间歇性训练 HVIT 了。HIIT 可以增加热量的额外支出，但是减少脂肪不能只依靠训练这一种手段，还是要依靠正确的饮食安排。最后一点，正确的训练观念应该是通过训练达到自己的训练目标，而不是通过训练达到做苦行僧的结果。因此，正确的利用各种训练知识和技巧，才能更快的获得良好的训练效果。训练确实需要吃苦，但是无谓的苦可以通过知识来避免。在未来，我会给大家介绍一种训练方法，叫做 VIT， 变化强度的间歇性训练，这才是更加适合健身者的训练方式。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